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健康逆转案例，以及其中暗藏的养生秘诀。一位妇人罹患乳癌第4期，却没有靠新药或手术，而是透过改变吃饭顺序和饮食内容，癌细胞居然消失了，令医界啧啧称奇。另外还有减重族的好消息，每天喝 15cc 的醋，短短3周，内脏脂肪下降了 5%。更神奇的是，中医师还教了2个养生绝招，每天拍拍胆经，配合一种超级水果来舒压解郁，打造一种不易罹癌的体质。听起来很玄吗？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科学与道理，用大家都能懂的方式拆解这套防癌秘方。首先介绍那位令人惊叹的女士的故事。她原本被诊断出乳癌第4期，属于非常危险的晚期。然而在治疗过程中，她遇到了一位注重整体体质调理的医师，给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大有玄机的建议：改变吃饭顺序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多数人吃饭时习惯先吃主食或肉类，最后才吃青菜水果，但这位医师建议他颠倒过来，每餐一开始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也就是先吃蔬菜或菌藻类，特别推荐他海带配菇类一起吃，吃完这些纤维后再摄取蛋白质，最后才是淀粉主食。这听起来只是改变顺序的小事，真的能对抗癌症吗？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位女士照做之后，身体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整后，她的肿瘤指数逐渐下降，医院检查发现癌细胞竟然找不到了。乳癌第4期一般预后不佳，怎会光靠吃东西顺序改变就好转？难道这是奇迹吗？其实背后蕴藏着重要的科学原理和中医观点，我们一项一项拆解。先吃膳食纤维这一步对身体代谢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当我们空腹时，先吃下海带、香菇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相当于在肠胃里铺上一层健康海绵。这层海绵会吸附糖分和脂肪，让接下来吃进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变慢。结果是什么呢？餐后血糖上升的比较缓和，不会飙高，血糖不暴冲，胰岛素分泌就不会过量。胰岛素是促进细胞生长和脂肪囤积的荷尔蒙，如果长期过高，不仅容易发胖，还可能提供癌细胞生长的有利环境。因为癌细胞最爱的能量就是糖分，糖分多，胰岛素高，癌细胞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增殖。反之，控制血糖和胰岛素就等于从源头断绝了癌细胞的口粮。难怪那位医师强调吃饭顺序的重要性，他还特别点名了海带和菇类这一组超完美排毒搭档。为什么是海带配菇呢？海带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碘等，能帮助代谢废物，排出体内毒素。菇类像香菇、五菇、杏鲍菇等富含多糖体和纤维，不但可以增强免疫力，还能吸附肠道中的油脂和毒素，一起排出体外。中医角度看，海带属寒性，可以软坚散结、化痰消肿；菇类则补气健体。还有以形补形的说法，某些菇类长得像伞或脑，民间相信对脑部和免疫有益。当这2样一起先入味，几乎不含热量，却极具饱足感，让后续进食量自然而然减少，也避免摄入过多精致淀粉。长期下来，整个代谢环境变清爽了，血糖稳定，脂肪减少，肠道干净，免疫细胞活跃。在这种身体内环境下，癌细胞要存活就难多了。事实上，中医有个概念叫痰湿体质，指的就是体内湿气重、痰浊和脂肪堆积的状态。痰湿体质的人通常新陈代谢慢，容易疲倦肥胖，舌头常常舌苔厚腻发白，甚至有异味，身体感觉沉重，如同粘稠的痰和湿气在体内到处乱窜，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囊肿、肿瘤等问题。简单说，痰湿就是身体里的垃圾、毒素和油脂太多了，这正是癌症喜欢的温床之一。在那位案例中，乳癌患者多半也属于痰湿体质，所以医师才从根本入手，让他先吃海带、菇类这类祛湿化痰的食物，把痰湿内环境改善，痰湿一除，肿瘤就失去了温床。中医常说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身体正气充足，没有淤毒，癌症这类邪气就不容易侵犯。我们可以想象，
先吃纤维，相当于天天帮身体做大扫除。癌细胞躲的垃圾堆被清走了，自然无处藏身。接下来再看看醋的魔力。标题提到，每天喝 15cc 醋，3周内脏脂肪降低 5%。15cc 其实就是一小口，大约1汤匙的量。也就是说，每天饭后或睡前轻轻啜饮一口醋，一段时间后，肚子里的坏脂肪明显减少。这并非天方夜谭，医学研究也支持醋对减脂和控糖的效果。醋的主要成分醋酸可以延缓食物在胃中排空的速度，让碳水化合物吸收变慢，结果饭后血糖上升幅度降低。有研究指出，饭前喝醋可让血糖上升幅度降低约 20% 呢。当我们血糖稳定时，胰岛素就不会过度分泌，不仅减少脂肪囤积，身体还可能启动燃烧脂肪的模式。尤其对于深藏在腹腔的内脏脂肪，醋酸可以促进其分解利用。有人实验每天喝一点点醋，不改变饮食运动，几周后量体组成，发现体脂肪和肝脏脂肪都有下降，可见一斑。那么醋对防癌有什么好处呢？答案是抗氧化、活血、抑制癌细胞，三管齐下。醋富含多种有机酸和植化素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能清除体内损伤细胞的自由基，也就是活性氧。自由基过多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核膜，长期累积就可能诱发癌变。醋帮助清除了这些生锈因子，等于从源头预防癌细胞的出现。不仅如此，科学家在实验中直接给癌细胞加上醋，发现醋能抑制多种癌细胞增殖，包括乳癌、大肠癌、前列腺癌、皮肤癌等。在一项细胞实验中，研究者发现加入一点梅子醋后，乳癌细胞的存活率从原本的 92% 骤降到 47%。 虽然这是在试管中的结果，但也从侧面说明醋含有某些抗癌活性物质。从中医角度看，醋性温胃酸，入肝经，也常被用来加工药材，以增强药效，解毒散瘀。所谓散瘀，指的就是活血化瘀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中医认为癌症的一大成因是气滞血瘀，气血不通畅，有淤血垃圾日积月累形成肿块。醋恰恰能活血散瘀，把瘀滞打散，血液循环好了，免疫细胞也比较容易进入组织去清除异常细胞。所以每天一点点醋，就像给身体灌注一道流动的清泉，冲刷油脂，活络血脉，让癌细胞无法安稳的筑巢。当然，喝醋也有一些小撇步，直接喝太多刺激性大，最佳方式是稀释后慢慢喝，比如1汤匙醋配1大杯温开水，餐后或睡前分几口喝完，这样既保护胃不受刺激，又让醋慢慢发挥作用。一天总量大概15到30cc 就够了，不需要贪多。选择醋的时候也有门道，要选天然发酵醋，无添加糖分的为佳。像是传统酿造的黑醋、苹果醋，成分单纯只有发酵的谷物或果汁，不要买那种加了很多糖或香料的调味醋。天然醋发酵周期长，富含的氨基酸和有机酸更多，效果也更好。如果觉得醋味太呛，可以加在茶里或蜂蜜水中一起喝，风味会温和许多。有人喜欢醋泡黑豆、醋泡洋葱，这些也是不错的养生吃法，把食材的营养与醋的活性结合，一起摄取。总之，小小一杯醋蕴藏大能量，长期坚持，内脏脂肪溶解了，血管通畅了，免疫力提高了，身体环境变得让癌细胞寸步难行。饮食之外，我们再谈谈压力和经络对健康的影响。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，长期紧绷的情绪其实是癌症的帮凶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当我们压力大、情绪郁闷时，体内会分泌大量的压力激素，像皮质醇、肾上腺素。短期看是应激反应，长期却会削弱免疫功能，造成慢性发炎反应。而在中医看来，情绪郁结会导致肝气郁结，进一步引发气滞血瘀。简单说，压力让我们体内的气机不畅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垃圾毒素容易堆积，久而久之，肿瘤就容易在某处落地生根。很多癌症患者回溯病史，常常发现发病前经历过长期的抑郁、重大压力或创伤，这绝非巧合。所以要打造不易离癌的体质，管理好情绪和压力也是关键一环。
那位中医师娄博士就分享了2个有趣又有效的诀窍来舒压解郁、拍胆经和超级水果助攻。先说拍胆经，胆经是人体奇经8脉之一，正确说是12正经之一，名叫足少阳胆经，起于眼角，沿着头部和身体侧面一路往下，经过侧腰、臀部侧面、大腿外侧，一直到足部。很多人可能听过敲胆经这个养生方法，特别是想瘦大腿、排毒的人，喜欢每天睡前敲一敲。拍打胆经的位置，其实重点就在大腿外侧那一条线路，因为那里是胆经经脉走行的主要区域之一。为什么要拍胆经呢？中医讲胆主疏泄，肝胆相表里，胆经通畅有助于肝的排毒和情绪疏导。当我们轻轻拍打腿部外侧时，有点类似按摩和运动的综合效果。一方面震动了皮下的微循环系统，促进淋巴和血液流动，把卡在组织里的淤血毒素给震出来，带回循环系统代谢掉。另一方面，敲击胆经可以放松紧绷的肌肉筋膜，特别是很多人久坐或焦虑时，臀部和腿外侧会很僵硬，拍一拍有助于舒缓。民间常说胆经堵了，人会觉得焦虑、肩颈僵硬、睡不好。适度拍打后，人反而感到神清气爽，腿部轻盈，晚上也比较容易入睡。这其实就是压力得到了释放，气血流通了的结果。拍胆经的具体做法也很简单，双脚与肩同宽，站立放松心情，用空心掌，手掌微微弯曲成碗状，由大腿外侧轻拍，可以从髋部附近开始，往下拍到膝盖外侧，再往上拍回髋部，如此上下循环拍打，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肌肉有点震动发热即可，不需要用力到把自己打淤青。淤青反而是不好的，代表打过头了。一般拍个1-2分钟，双腿外侧微微发热发红，就达到效果了。早晚各1次，或白天觉得压力大时拍一拍都行。有人配合呼吸或口诀，拍时心里默念，郁气散开，毒素出去。虽然有点悬，但增强自我暗示也未尝不可。心诚则灵嘛。长期坚持拍胆经，你可能会发现腿部脂肪变少了，因为循环好了，堆积的脂肪容易被代谢，人也比较不容易感到烦躁郁闷，睡眠品质提高。这些改变其实都朝着降低癌症风险的方向发展，情绪平稳了，免疫力自然 up， 体内也不易堆积垃圾，癌症还能趁虚而入吗？再来说说超级水果，既然要抗癌，我们饮食中当然少不了各种高营养、高抗氧化的食物，而在水果界有那么一种被中医师称为超级水果，来辅助解郁排瘀，它就是奇异果。是的，就是常见的奇异果，猕猴桃。不要小看路边水果摊普通的奇异果，它可是公认的营养炸弹，维生素 C 含量在常见水果中名列前茅。一颗绿色奇异果就能提供一天所需维 C 的大半以上，被称为维生素 C 之王也不为过。维生素 C 是强力的抗氧化剂，能提升免疫力，扫除自由基，预防细胞癌变。除了维 C， 奇异果还富含维生素 E、叶酸、钾元素以及膳食纤维，其中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，促进排便，把体内废物毒素及时清出体外，减少致癌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。而且奇异果有一种独特的酵素，叫奇异酵素 actinidin， 能帮助分解蛋白质，助消化。对于现代人饮食油腻造成的消化不良、胃胀气很有帮助。消化顺畅了，食物残渣不积滞，自然痰湿毒素也就不易堆积。从中医的角度，奇异果味道酸甜，酸入肝，甜健脾，酸味可以柔肝解郁，帮助疏解肝气郁结，甜味则补益脾胃，改善消化机能。肝舒畅了，气机调达，心情就开朗不郁闷，这对癌症预防很重要。脾胃强健了，水谷精微化生正常，痰湿内生的来源减少，体内环境也更清洁。奇异果性质偏凉，还有清热利尿的作用，对于火气大、压力造成的内热也有缓解效果。难怪中医师把奇异果视为养生的超级水果之一。每天吃一颗奇异果，不仅满足口腹之欲，还等于给身体补充了一把对抗癌变的天然维他命药丸，又帮助我们把郁闷和毒素都清理掉，可谓一举数得。说到这里，
我们把重点归纳一下，这套不易离癌体质的秘诀，其实就是从饮食、代谢、情绪3方面一起调理，透过改变吃饭顺序，先纤维后主食，稳定血糖，远离痰湿，让癌细胞缺粮又无法长生，每天一点点醋，抗氧又活血，溶解内脏脂肪，清除体内隐患，加上拍胆经配合奇异果，身心一起解郁排毒，赶走压力，使气血畅通，让免疫系统保持最佳战斗力。在这样的身体内环境中，就算有几颗不守规矩的细胞想变坏、癌变，我们的免疫大军也能及时发现并歼灭它们，不给肿瘤壮大的机会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很简单啊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事实是，很多时候健康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大道至简。困难的是，我们能否持之以恒去做？想象一下，我们的祖先没有现代医药，靠的就是饮食和作息养生。他们或许没有科学仪器，但经验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对身体好。现代科学不断证实某些传统智慧的合理性，例如吃蔬菜先行能防止肥胖，喝点醋能降血脂，按敲经络能舒缓治愈等等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靠这些就能100%避免癌症，但至少可以大幅降低风险。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，就像那位乳癌4期的女士，她透过调整体质成功逆转了命运。这给我们极大的启发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后天努力可以改变先天和疾病给我们的限制。如果你也担心自己的健康，不妨从现在开始尝试融入这些好习惯。每天餐前先来1小碟菜或菇类，给肠胃打个底。饭后或睡前喝1杯淡淡的水果醋饮，睡前抽个几分钟拍拍腿外侧，顺便吃颗奇异果当点心。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小事，但日积月累下来，身体会悄悄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一段时间后，也许你会发现体重降了，腰围细了，睡眠香了，心情好了，就连每年体检的数据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。你的身体正在向着癌症不喜欢的方向转型，低糖、低盐症，充满抗氧化物，免疫系统时刻保持警惕。如此一来，就算癌细胞偶尔冒出几个苗头，也很难形成气候。最后要提醒的是，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仍需配合定期检查。良好的生活方式是我们防癌的长城，但也别忘了定期健康检查这道安全网，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。如果身体发出了警讯，比如突然的体重改变、莫名疲倦、舌苔异常厚腻等等，千万别忽视，及早调整或就医确认。毕竟，现代医学和传统智慧相结合，才能给我们最全面的保障。总而言之，改变吃饭顺序，喝醋、拍胆经、吃超级水果，这几招相辅相成，从内到外强化我们的体质。它们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针针见血地击中了癌症滋生的要害环节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健康的黑客，透过日常的小改变来黑进身体的系统，修改容易罹癌的参数。当然，这不是违反自然规则的作弊码，而是顺应人体自然机能的调节术。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所启发，让我们一起朝着不易罹癌的目标前进。从今天开始，就为自己的健康多付出一点行动吧。祝大家都能培养出强健的身体防御力，把癌症挡在108000里之外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享受美食时记得小小改变顺序，多一份纤维，少一分风险。干杯时不妨促饮代酒，酸酸甜甜就是健康。工作疲惫时拍拍胆经伸展一下，让气血舒坦。水果点心选择奇异果这类超级营养果实，为身体添一份保护。日积月累，健康的奇迹或许就在你我身上发生。